个房子50万买的，70万卖掉，增值的这20万要全部交税。只有一个主要的例外呢，就是主要自用住宅。今天呢，谈的主题是在加拿大这边大家都经常关心的一个叫做主要自用住宅免税。在加拿大呢，买卖资产增值基本上都是要交税的。那么呢，只有一个主要的例外呢，就是主要自用住宅。主要自用住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家庭它可以有一套自住的房子，这个自住的房子呢，增值呢是不要交税的。那为什么政府会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因为呢，政府是鼓励每个家庭能够尽量购买自己的住房。如果这个社会里面大部分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它会光会比较稳定。如果呢，这个社会里面大部分人都不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反而是一个相对不是特别稳定的一个社会。所以政府呢是鼓励大家购买这个住房，自己住的房子的。它就是鼓励大家购买的其中的一个政策呢，就是主要自用住宅呢，在卖掉的时候就增值了，就是不需要交税。就比方说100万加币，我买了一个自己住的房子，然后住了5年，住了8年，住了10年之后，150万把它卖掉了，那这50万的增值就是完全免税的。如果是其他，比方你买卖股票啊、买卖基金啊、其他的方式买卖投资性的房产，这50万都是要交税的。关于自用住宅免税，实际上大家有很多的疑问。第一个疑问，这个是不是只能有一套主要自用住宅的免税？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它任何时候呢只能有一套，你指定它为这个主要自用住宅啊。但是呢，一生呢是可以有多套的。比方说，我100万买了一处房子，我150万把它卖掉了，卖掉之后呢，我又买了一处房子呢，我将来再把它卖掉。那这样的话，只要是这个第2处房子也是你的主要自用住宅，这个房子呢也是可以免税。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有的人说我现在有2套房子，我住在有一套房子里面，另外一套房子让我租出去了。那我先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卖掉，增值了，然后呢，我再搬到我另外一套这个出租的房子里面。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把这个第2套房子再把它卖掉。那这样的话，第2套房子是不是我也可以免税了？假设这2套房子呢，就是我拥有了10年，然后呢，在第10年的时候，我把第1套房子卖掉了。卖掉之后呢，在第10年我就搬到了第2套房子里面住。第2套房子呢，假设我住了1年，我就把它卖掉了。这样的话呢，第1套房子自己住了10年是免税的。那么第2套房子呢，是拥有这个房子呢是拥有11年，然后我们搬进去自己住了1年所以这样的话呢，第2套房子在税局计算它这个要不要纳税的时候，它是有个公式的。它的公式呢是 A 加1除以 B 然后 A 呢是什么呢？是你在里面实际居住了多少年？在我们这个例子的话，就是 A 呢就是个1年，因为我们搬进去1年呢就把它卖掉了。B 是什么呢？ B 呢是说你拥有这个房子拥有了多少年？所以在我们这个例子的话呢，这个房子我们拥有了是11年。在这个例子的话 ，A 加1呢就是1加1就是2，然后呢是除以11就是2/11的增值呢是可以免税的，那就9/12的增值呢是需要交税的。这个公式呢，为什么是叫做 A 加1除以 B？ 那这个 A 加1的加1呢，实际上是税局为了说给大家一个方便。你比方说我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有可能先把新的房子买好，我才来卖原来的房子。就是你卖原来的房子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呢，税局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你可以先买你要搬去的这个房子，但是呢，在原来这个房子就在1年之内你要把它卖掉。所以这2个房子呢，就是说可以共同存在1年，也就是税局呢是这样来认为的，就是说你任何年份你都可以指定有1处房子为你的主要自用住宅。所以呢，如果你有2处，你有3处房子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卖掉1处，我搬到第2处，第2处卖掉我也自住，也完全免税，我再搬到第3处，它实际上是不行的，因为它有一个这个计算的公式它是公平的。